我叫林朵朵，前天晚上喝多了酒，钻到了老板的帐篷里。好热。你谁呀？刚进公司半个月的实习生，竟然钻到老板的帐篷里把人给睡了。霍总一向不近女色，等他醒来，一定会把我赶出公司。我爸妈知道也会杀了我的。朵朵，这一大早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出去上洗手间了。你这脖子怎么回事啊？该不会昨天晚上偷偷干坏事去了吧？你别胡说，应该是刚刚被蚊子给咬了。咱们总裁破天荒第一次陪咱们来山上团建，万一有人想一步登天，偷偷爬进总裁的帐篷里呢？不是那样的。你们都收拾一下，总裁叫我们紧急集合，说有重要的事儿。好帅啊！霍总好帅啊！平时就看霍总穿西装了，没想到休闲装也这么帅啊！是啊，看你其实他不穿衣服更帅。这是谁的？没见过。我的手串。这个没见过哎，好像是女人的。如果有人知道这手串是谁的，告诉我，有奖金。是女人的手串。年终奖翻倍。哇！这项链谁的呀？竟然这么值钱！何晴，你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时间到了啊，大家都上车回去吧。走吧走吧，我们快走。林朵朵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我？哎，你说能是谁的呀？你多大了？刚刚来公司实习啊？我21岁，才来公司半个月。老板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大巴车快要走了。洛言说你发烧了，坐我的车回去吧。啊？你刚刚工作，以后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洛言和我。谢谢老板。想不到老板他看着冷漠，还挺关心员工的。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。你昨晚到底去哪了？如实回答我。如实回答我。老板的眼神好可怕，我要不要说？我昨晚……哎，林朵朵，去医院，快！是。总裁好。你是林朵朵的同事，来看她的吗？总裁，其实那天晚上进您帐篷的人是我，那个手链也是我的。证据呢？你看，多亏之前看林朵朵的手链好看，我带着拍了一张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处理一下，明天我不想在公司看见你，全行业封杀。为什么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难道你不对我负责吗？我昨晚确实是生病了，但睡的是谁，我还是知道的。总裁，老板知道是我了，他会像是对待何晴一样把我处理掉吗？不行，爸爸妈妈和哥哥知道我就惨了。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老板，您都知道了，
昨天晚上是我喝多了，都怪我，请您原谅。看看这个，那晚的事情我有责任，这是我对你的补偿和应尽的义务。如果没有异议，签了不就好？这个我不要，昨天晚上是我主动的，您没有责任的。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你只是个普通大学的学生，努力工作留在盛世，不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吗？我家教很严，父母的教育没有让我靠男人上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您不要开除我，让我在霍氏顺利完成实习就好了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你好好休息。去把林朵朵在公司的项目整理一份，明天放到我办公桌上。爸妈，朵朵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没规矩，都敢偷偷回房间了。好了，老公。朵朵，你别怕，你爸也是关心你。我们家的规矩啊，睡前一定要给我们请安。昨天你没回家就算了，今天别忘了啊。对不起啊，爸妈，是朵朵忘了。爸妈晚安，早点休息。这才对嘛，回去吧。还好爸妈没有发现异常，不然就惨了。但是爸妈最近给我的感觉越来越奇怪，好像更让我害怕了。哎，朵朵，等等我，快来。朵朵啊，之前一直欺负你的何晴被开除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一点。听说呀，是得罪了总裁，我猜是他惦记总裁，被总裁的女人发现，给收拾了。霍总有女人？哎，你没看到昨天老板脖子上的吻痕吗？我猜他女朋友肯定是我们公司的，就是不知道是谁。不过看老板最近一脸满足，估计是老房子着火，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没有吧？我看老板挺正常的呀。而且，你看老板表面那么正经，肯定是因为不行。对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多年都没有女人？也有道理啊。霍总，老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不行。没有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很行，真的。哎呀，林多多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一会儿来我办公室。进。老板，你找我啊？我听洛言说，这个项目一直你在负责，我在上面做了一些方向调整，刘总很感兴趣，你去负责把签约搞定。谢谢老板，那我这就去做。没问题。感谢刘总支持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
干什么呀？你先别着急走啊！刚毕业的大学生根本没有可能独立完成这幅字画的。你应该是陪睡了吧？那你也陪我睡一睡吧。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感动我的人，感动我的人。原来是霍总啊！不敢，真不敢！马上给我的人道歉！霍总，我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。不对，李小姐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盛世和刘氏可及，以后永不合作。他这是在维护我吗？我错了。霍总，刚刚刘兄在房间里点了东西，我们中招了。什么？你怎么样？霍总，我好想，好热，好难受。你坚持一下。你身上好冰，好舒服。老板，得罪了。现在被药物控制了，你冷静一下。我尽量想点别的事情。更难受了，为什么满脑子都是那种画面？林朵朵，怎么还想跑？昨天晚上我们都是清醒的，你也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吧？我昨天晚上是我太冲动了，所以你想当渣女，睡了就想跑？我不是，我家教比较严，我得回去跟我爸妈说说，他们要是知道我这样的，可能会打死我的。好了，我说了我会给你时间，快。朵朵，你怎么一早才回来？昨晚去哪儿了？我去宋月家住了一晚。你胡说！我刚跟宋月打过电话。朵朵，你现在学会撒谎了是吗？我就是这么教你的。没有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朵朵，你别怕，爸爸妈妈是关心你，妈妈从小把你视如己出，就怕你有一点意外。你是懂事的孩子，会理解我们的吧？我知道了，我会乖乖听话的。没事儿，去吧。这丫头越来越不好管了，看来得赶紧联系些大佬，一旦别人出价高，以后你永远都是我老板，我会好好工作。别哭了，那个男人本来就不属于你。
陆岩，进来一下。霍总，你去安排一下，给林多多转500万，以后他的事情不必再跟我说。啊？快去！是。后来我和老板的生活恢复正轨，我以为我和他再也不会有纠缠。是的，怀孕了，双胞胎4周了，注意身体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要是爸妈知道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是林多多，去查一下她在哪儿，是不是怀孕了？总裁，你怎么这么确定林朵朵怀孕了？在我们家族，如果伴侣怀孕，男人的反应会更加强烈，直到母亲生下孩子才能彻底结束。我最近总是恶心，一定是因为林多多。快去查！女儿终于回来了，赶紧坐下。赶紧，妈告诉你一件好事。爸妈，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。啊，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快趁热吃。女儿啊，妈妈平时对你不错吧？爸妈对我当然好，我都一直很感激你们。爸妈要是知道我怀孕了，不知道会有多失望。该不该和他们说？既然如此，你是不是该报答我们？啊？多多，我们把你从小培养的乖巧懂事，现在呀，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爸妈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收到朵朵的500万以后，那个买她的人一直未曾现身，直到昨天才说钱是他赚的。这双大腿，我们以后可要好好抱住才是。对呀，这女儿没有白养。你香了，你可真香啊！我等不及了。这个吃罚酒是吧？你找死！你别过来！我去！快开车，多多有危险！我怀孕了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！啊！你怀孕了？哎呀，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快点！怀孕了！我想留下这个孩子，所以只要你答应放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好，怀孕了，老子还没玩过呢，正好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！你放开我！别碰我！宝宝，你要撑住，妈妈不想失去你。我的孩子是不是要没了？多多，你坚持住！别动他！ Now you're caught in my game. Taste your say this kiss is a cage. This 别动他！
你们什么人？他是什么人？你还不配知道？找死！我不配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求你们高抬贵手。带下去，按照规矩处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。怎么了？肚子，孩子，老板，救救我们的！多多，多多，通知贺子叔，在我到达医院之前，把一切都准备好。哟，这不是我们清心寡欲、不近女色的霍总吗？哎，以前不是冷得像块冰山吗？怎么现在魂都快丢了？早知道一个姑娘家家就能把你治得服服帖帖，哎，我一早就……少在这废话。他怎么样了？哎，得等他醒过来做个全身检查，先让他休息会儿吧。陆岩，去查查今晚的事。我总觉得不是简单的性骚扰这么简单。是，胡总。这是在医院。糟了，我不能让老板发现我怀孕了。爸妈，还真给你小子捡到便宜了。林小姐怀的呀是双胞胎。此叔，务必用最好的法子减轻她孕期的痛苦。这个得等林小姐醒来之后，我们了解具体情况。胃里如同翻江倒海，五脏六腑也跟着抽搐，夜里更是难熬，侧躺也喘不上气。乳房一直胀痛，腰也不太舒服。哎，一志，你怎么这么了解这个情况？说的好像跟你怀孕了一样。少废话！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她不那么难受？放心，我可是妇科圣手。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孕期最简单的问题。不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哎，喂，不是吧？哎，你可是堂堂霍氏继承人啊，权势、能力、容貌无一不顶尖，你搞不定一个女人啊！霍先生，林小姐的父母来了，要把她带走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医院上班的王叔说看见你在这儿，我和你爸听到就来了。你这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不跟爸妈说呢？爸妈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多吃点啊！既然如此，你是不是该抱他我们把你从小培养的乖巧懂事，现在呀，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爸妈，昨天晚上的人真的不是你们安排的吗？你们知不知道，我差点就……哎，多多，你先告诉爸爸，是谁把你送来医院的？以你的工资，可住不起这个 VIP 病房啊！多多，你跟妈妈说，你是不是在接触什么人？没什么人，我自己攒的钱。多多，你的工资卡都在你妈那儿，你哪来的钱呢？你在说谎。多多啊，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了10几年，你出去工作了，就跟我们有了隔阂。妈妈真是失望啊！爸妈，
真正让人失望的，难道不是你们吗？这10几年的温柔和照顾是假的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把我送人呢？你们只要告诉我，我就信，我愿意原谅你们，我真的。多多，多多，跟爸妈回家好吗？回家。走。嘞，得多吃一点。你看你这小脸蛋瘦的，多多啊，你想学跳舞呢，还是想学钢琴呢？对呀，多多，你想学什么就跟妈妈说，好不好？爸妈，我好爱你们呀！哎，多多，你猜的没错，家里出了点问题。家里出了什么问题？家里的生意从去年就不行了。多多，爸爸不是故意的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这10几年来，我们用尽心血，你才长成这般亭亭玉立，我们也不忍心呢。都怪那个李老板，要是我们不把你送给他，他就要毁了我们林家。但是我们可以一起赚钱啊，为什么要把我送人呢？这让我怎么接受呀？啊！多多，公司不行了，银行贷款压得爸爸喘不过来气，都是爸爸不好，都怪爸爸，爸爸对不起你。多多，爸爸妈妈知道错了，妈妈后悔了，跟妈妈回家好吗？妈妈不逼你了。多多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爸爸是一时糊涂，我明天就去把公司的股票卖了，爸爸去打工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可以原谅你们，但是我不能再跟你们回去了。多多，还在怨爸爸妈妈吗？我长大了，我搬出去住，更方便我上班，我也该独立了。你这是要跟爸爸妈妈划清界限吗？我就是觉得我该独立一些。多多，你是不是在外面谈恋爱了啊？你想跟别人在一起是不是？你想跟他住一起是吗？告诉妈妈，那个人是谁？他是干嘛的？啊！说呀，告诉妈妈，说呀，是谁？你就是朵朵的男朋友。我该怎么办？不能让爸妈发现，更不能让老板知道。你是那个霍伯父伯母，我是霍一之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霍氏集团的掌权人，我们家朵朵的顶头上司。难道霍一之就是给朵朵工资卡打500万的那个男人？朵朵怎么会和顶级豪门的人有接触？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跟二位见面，我和朵朵确实是……不是的，霍总只是我的老板，昨天晚上他也只是刚好路过。霍总，非常感谢你昨天救了我，这个住院费可以从我工资里面扣。爸妈，你们一直管着我，应该也知道我没有交男朋友。老板，我家教很严，求你像之前那样远离我的生活，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以为你已经告诉他们了。我什么都没说。抱歉，是我误会了。你身体还好吗？谢谢霍总，我没事。我先进去了。
我明天会准时去上班的。哟，这是让媳妇儿赶出来了？他家教比较严，不想让我插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还有让我们霍总难办的事儿啊！果然哦，这人呐，一旦碰到感情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。我怀疑他的父母对他不只是简单的控制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多多，你跟那个霍先生真的没什么关系吗？我看他对你的态度，可不像普通员工那样。真的没有，他对每个员工都很好的。昨天也真的只是路过。多多，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大人物？我没认识什么大人物啊。爸妈，如果你们需要钱，我可以去赚，我打3份工4份工都可以，我赚的钱我都可以给你们。多多，妈妈爸爸真的只是想让你回家，不要搬出去住好不好？就和以前一样，好好的。我心意已决，不要再劝了。多多，好了，孩子长大了，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总不能管他一辈子吧？朗琳啊，昨天是我的错，女儿跟我们有隔阂了。多多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女儿。你们也永远都是我爸妈。想家了就回来看看爸妈，爸爸妈妈等你回家。那个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回家了啊。连检查都不做就跑了。陆爷，他又不舒服了，快去找。老板，林小姐明天要回公司上班，不用找了。以她虚弱成那个样子，不检查又不行，这下人又被你吓跑了，看你怎么办哦。陆爷，安排明天全公司的人体检，不配合的扣工资。不愧是万恶的资本家，你花1天时间用来体检，这公司得损失多少东西啊？再多的钱，也比不上他身体重要。哎，要不你把这笔钱投到我们医院，到时候我帮你把他办过来。再废话，撤你医院投资。哎，是公司安排的体检，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。据说是大老板亲自下的命令。老板，难道是他察觉了什么？月月，我这刚从医院回来，就不用体检了吧？不参加要扣工资哦，认命吧。虽然我也不想面对那些冰冷的检查机器。老板如果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一定会生气我给他添麻烦吧？多多，多多，你知不知道公司为什么安排体检？我不知道。好吧，估计快到我们了，走，一起去。霍总，骆秘书，早上好啊！啊，你们是要去体检吗？是啊，感谢公司为员工身体健康考虑。就是论整个首都，咱们霍氏集团的员工福利也绝对排的第1名，是不是啊？多多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是啊，感谢公司安排这么贴心的体检福利，有这么好的领导在，我们在工作上一定全力以赴。可是面对大老板，拍马屁的基因已经刻在骨子里了。好好检查，若身体有任何情况，可以随时请假，找我批假，可享受带薪休假。是，谢谢霍总。怎么感觉霍总在点我啊？哇，多多，谁说这体检不好的？这体检可太好了！
等检查结束，我就要去找霍总请假。月月，霍总说的是生病才能请假，你想生病？也是，不过霍总不仅帅气多金，人还这么温柔，简直就是完美无缺的男人呢。要是谁能当他的女朋友，简直就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。可惜我没有拯救银河系的能力，和霍总的身份更是天差地别。宝宝，你们一定要健健康康的，妈妈会保护好你们。林小姐，霍总让您去一趟办公室。啊？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啊？先找个地方坐，我还有一会儿。霍总应该不知道体检结果，怎么会突然喊我过来？难道是工作上出了问题？老板怎么一直盯着我看？林朵朵，你就没什么想告诉我的？老板，感谢您昨天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报答您，好好工作的。就只有这些，没有什么其他想说的。没有。老板，紧急会议。其实也没有很急。老板，你们继续啊。老板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谁说没事了？留下来，把桌上文件整理一下。我回工位上去整理，等晚上就在这儿做。会议结束回来检查，做不完扣工资。好吧。加油！我相信你能做到。老板这是先打一棒子，再给个甜枣吗？软硬兼施的好手段。是老板随时不离身的钢笔。老板，你决定对林小姐要展开攻势了？她性格太胆小了，不急，来日方长。那有没有跟你谈关于孩子的事儿？该不会林小姐要把孩子打掉吧？我是不会让她打掉的。洛言，帮我去准备婚戒。还是老板英明决断。我霍家绝不允许有私生子的存在。果然，体检是有目的的。霍总都知道了，他要打掉孩子。孩子，妈妈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能直接将500万打到朵朵的工资卡上，这个人肯定是霍氏的高层。我们当初从孤儿院把他接回来，不就是看上他这张脸，以后能被权贵选择吗？没想到毕了业就被看上。这个人身份肯定不简单，会是谁呢？不可能啊！霍总出身顶尖豪门，未来的夫人必定是和他门当户对的大小姐。这不管是谁，肯定要把他找出来。朵朵是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像他这种孤儿，从小又被我们刻意掌控，这辈子
休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可是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去培养他，现在他要搬走，我们可不能让他出意外。那就找人盯着他，看他搬出去和什么人在接触。如果真是霍氏的幕后高层，500万可买不到我的女儿。又逃？顾总约您今晚在百瑞见面，是关于城东那块地皮。你去安排。林小姐，要不要我帮你把她抓回？你当我是土匪啊？通知下去，从今年起，让公司食堂安排孕妇餐，让营养师按照健康食谱搭配，价格减半。啊？你是说整个公司？难道我承担不起吗？不，我马上去安排。朵朵，你怎么在打孕妇餐啊？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哎，公司新增的员工餐窗口，购买价格减半的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我也要来一份。幸好有价格减半这个借口，混在其中，没人发现我怀孕了。不过你说最近公司又是安排体检，又是安排员工餐的，该不会是某个高层的老婆怀孕了，混在我们员工当中了吧？可能吧。我的天，这孕妇餐也太夸张了吧！燕窝粥、深海鱼、现炖排骨汤，这哪是孕妇员工餐？这分明就是顶级营养餐啊！不可能的，一定是巧合。老板不会允许私生子的存在。天哪，到底是哪个高层的夫人混在我们员工当中，竟然不惜下血本为他补身体，也太宠了吧！是啊，月月，我们都沾光了，快吃吧。干得不错呀。哎，全公司陪着林小姐一起吃孕妇餐，成本高得吓人，这价格还减半，也就只有老板您财大气粗了。只要能减轻她孕期的痛苦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奇怪，怎么感觉刚才有人在看我？月月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兼职啊？我家里比较缺钱，想下班之后赚点。有啊，我表姐打工的饭店生意特别好，晚上经常招帮工的，我推给你啊。好啊好啊，谢谢你，月月。赚钱还真是不容易，家里困难，我要好好报答他们。林朵朵，还真是你！你害我被霍氏开除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你被霍氏开除跟我没有关系，放开！那天晚上在老板床上的女人就是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给老板吹的枕边风，表面上看着柔柔弱弱的，背地里不知羞耻爬老板的床。我没有，我都爬上大老板的床了，怎么还出来兼职啊？原来是卖了身也没有得到钱啊！我都替你难过。你说刚毕业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如果宣传出去，往后还有哪家公司敢用你？除了工作，我怎么养活这2个小家伙？老板，霍总怎么也在这儿？今天算你走运，给我等着！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吧。他那么耀眼，那么高大上，而我家里背负了巨债，
这辈子都无法跟他企及。听慈叔说你最近在追老婆啊，还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为了他不惜让全公司的人都做个体检，你可真舍得下血本啊！少八卦，说正事。行，不过我也真没想到，城东那块地皮居然有人敢跟我们抢。打扰了，我来沏茶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对不起，我马上出去。等等，一只，我们现在谈的可是机密，这个服务员这么不懂规矩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他不会。哎呀，两位怎么那么大干火呢？又让人不高兴。哎，顾先生、霍先生刚来的不懂事，我这就给他开了啊！你出去。哎，我现在就给他带出去，绝对不扫您的兴，放心。走。我说的是你出去。我出去？行，照顾好。林朵朵，过来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还穿这身衣服？我你们俩怎么了？这菜还都没上呢，你俩就想在这儿吐啊？吃点儿就不难受了。谢谢老板。他居然有随身携带零食的习惯，恰好酸性压下了恶心。不是，我靠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你先回去，合作的事情日后再谈。我一直，你不够兄弟啊！都老婆孩子热炕头了，还瞒着我们。回答我刚才的事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老板，现在是下班时间。你很缺钱？是，我家里出了点问题，我需要还债。不过我保证不会耽误工作的，我只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候出去兼职。上次给你的500万还不够还债？哪有500万？那次之后，我让洛言在你卡里打了500万，你没收到？工资卡在爸妈那里，他们收到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洛言怎么办事的？老板，那500万在我爸那儿。老板，我可以给你写借条，这500万我会还给你的。林朵朵，你就这么想跟我划清界限？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应该有任何交集。不该有交集？老板，难道知道了？不该有任何交集的前提下，是你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而现在你，我是不是太着急，吓到他了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老板，我今天想回我父母家，您的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他们，我可以自己回去吗？那我先送你到家附近。爸妈，朵朵，你回来了，妈再去给你做2个菜。爸妈，你们就吃这些啊？哎，清淡点，清淡点。我们家已经请不起佣人了，我跟你爸再凑合凑合，还能剩点钱。妈，这个是我兼职赚的钱，拿着，你们不要委屈自己，我会努力赚钱的啊。是妈对不起你。那个朵朵，你打算搬回来住了吗？本来是想回来问爸妈那500万的事情，如今更问不出口了。大不了后半辈子都给老板打工。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你们照顾好自己啊。朵朵，来人，端菜。是。我们的人监视了他一整天，他确实只是去兼职。
我就不信等朵朵出事儿了，她背后的人还藏不藏得住？我在霍氏集团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，等把500万还清，恐怕搭上我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还不完。老板，上车。不用了，我等公交车。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坐后边来。林小姐，你坐后面吧。哦，我还是坐公交车吧。林小姐，公交车刚才已经过去了。林小姐要是等下一班的话，估计上班就要迟到了。难道你不想拿全勤奖？不行，誓死也要捍卫我的全勤奖。老板，该不会是想和我聊孩子的事情吧？他明显已经知道了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？坐过来点，离门那么近，就不怕门突然开了掉出去？啊！这么怕我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老板，怎么了？快到公司了，就前面那个路口，把我放下去吧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我见不得人。不是，我是害怕公司的员工看到会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，我们是那种关系，什么关系？就男女朋友关系。那没什么好误会的，反正早晚都是。老板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？难道你还想揣着我的崽跑路，还是想不负责任？老板难道不是想让我把孩子打掉吗？你这个小脑袋瓜子，一天到晚都在胡思乱想什么？老板，我可以自己把孩子生下来的。如果你害怕他以后会争家产，我可以给你立一份协议，保证以后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林朵朵，我霍一之在你眼里就是不负责任、冷血无情的人吗？林朵朵，你听好了，我霍一之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女人。林朵朵，我们试试吧。是什么？做我女朋友，领证结婚。你要跟我结婚？既然你想留下孩子，我霍家的孩子绝不允许流落在外，所以你必须要跟我结婚。我当真要为了孩子嫁给老板吗？可霍家这种豪门，真的是我一个毫无身份背景的人能进去的？嫁给老板和入龙潭虎穴有什么区别？你不愿意？我不是不愿意，那就是愿意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。陆岩，改道去民政局。是。老板。林朵朵，我霍一之向你承诺，绝不会以结婚的身份邀请你做任何事情。你想做什么，我也不会插手。等孩子生下来后，霍氏10%的分红全都属于你，下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去留你自己定。至于你家里的金融危机，等我让洛言了解清楚，我会替你解决。毕竟你也不想让你父母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去打工吧？爸妈养我已经不易，日子过成那样都不肯告诉我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领了结婚证后，孩子可以顺利落户，我绝不允许我的孩子在外面受一点苦，所以
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老板不介意我的身世，还给我选择，我也不想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继续受苦，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霍总，我愿意。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他结婚了。啊，老板，你要什么？结婚证，我来替你保管。嗯。密码是你生日，无需替我省钱。不用了吧？你现在怀着我的孩子，用钱的地方多，不要委屈了自己。也对啊，我怀着他的孩子，他肯定不希望孩子跟我一样受苦。谢谢。我要上班要迟到了。今天请假吧。不行，我还有一堆工作没有完成。老板，你送我回去吧。你叫我什么？老公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回公司。老板，公司快到了，咱们是去地下车库，还是去大门口？先送夫人去上班。不用了，前面那个路口放我下来就行。你现在怀着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忍心让你走路去上班？老板，求您了，放我下来吧。老板，到了。是老板的车啊！之前不都直接停地下车库的吗？会不会是车里坐着什么人啊？难道是老板娘来视察公司了？哼，谁知道呢？老板，说明还真的是老板。现在让我下车，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也不知道老板说了提前让我下车。有什么好洗的？难道你不是霍太太？看不着啊！霍太太，下车吧。霍太太，我没听错吧？这里真的是老板娘啊！肯定是了，能让老板亲自接待的，肯定是老板娘。没错，能看见吗？老板到底是谁啊？看不清楚。我也怎么还不下来啊？老板，咱们去地下车库吧。求人也要有个求人的态度吧。每一次再一次，现在可以了吧？陆岩，去地下车库。干嘛？现在看到这么脸？看到没？这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夫人了，她居然起了总裁。可惜逆光看不清夫人的样子，但是看老板的态度，夫人肯定是公司里的人，没跑了。等一下，送你的，换上吧。谢谢。原来兔子姐姐不会用人，会亲人。你看看你做的些什么东西啊！还有你们，一天到晚坐在这里都是干什么的？林朵朵，迟到1小时，不想干了吧你？现在立马滚出卧室！您要开除我？对，你现在就去人事部办理离职，我要开除你。周灿今天刚空降来的公司呀，还一上任就是总监，这背景可真不小，太可怕了。可怜了林朵朵，遇到新官上任3把火，逮着他杀鸡儆猴呢。可别得罪他。可不。别说，
在干什么？赶紧去啊！周总监，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写着，迟到缺勤应按分钟数扣除工资绩效，累计旷工3日以上才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可以予以解除劳动合同。我今天刚上任，你就违反制度，我要是不严惩，怎么立规矩啊？规矩是应该遵守，但是更应该按章执行。我仅迟到了1个小时，并没有造成任何工作损失，远达不到开除的标准呀。听说他家里有事缺钱呢，还有人看到他下班后在餐厅当服务员，肯定不舍得丢掉这份工作的。在我这里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你一个没家世、没背景的小专员，公司任何人都能替代你，识相点儿，赶紧给我滚出卧室！周总监，我迟到，您该扣我钱，该让我写检讨我都认，但是开除于情于理于制度都不成立。如果周总监非要开除我的话，我会向公司提出相关诉讼，维护我的合法权益。林朵朵，除非你是总裁夫人，否则今天我必让你滚出卧室。周总监，我刚刚在楼下好像看到总裁夫人了，穿的好像就是林朵朵身上这身衣服。你确定是她？不确定，夫人没下车，只看到穿着黄色裙子在老板车里，看不清脸。他一个餐厅的服务员，连给总裁夫人提鞋都不配，你们居然怀疑她是老板娘？没错。雅然，你来了。你今天第1天上班，当然要来打个招呼啦，免得有些不长眼的惹你不快。是苏氏千金苏雅然，据说苏霍两家有联姻意向，谁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老板娘，那就是她了。快看那衣服颜色，该不会是总裁夫人吧？有些人呐，出身低微，就别总做一步登天的美梦。所有人都认为我不会站在老板身边，就算和他领证，哪怕我现在自己也不敢相信。雅然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得偿所愿了呢。这里是公司，没有什么总裁夫人，明白吗？雅然，就是他不遵循规章制度，你现在呀，赶紧以总裁夫人的身份把他给开除了，然后全行业封杀。我倒要看看还有哪个公司敢用你。哼，一个底层出身的，也配和我穿同款色系，被人怀疑是霍一之的女人。念你没有犯大错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给你个机会，去拿一份紧急合同来。只要你能在下班前整理妥善，我便卖个面子，让灿灿饶了你。以苏小姐的身份，一句话就能决定我的去留，能息事宁人，解决问题当然最好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拿去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既然要争取机会，那就弯腰捡起来啊！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的话，你还配留在公司吗？若不按照他所说的做，想留在公司，就要麻烦老板。今天才刚领证，他肯定会以为我故意自持身份。况且孩子生下来后，往后这位置也终究是别人的。哼。Would we ever become you and me?
老板，一直，你怎么来了？霍总，霍总，你怎么亲自来策划部了？哎，这点小事儿怎么敢劳烦您啊？都怪这个专员，连个文件夹都拿不稳，毛手毛脚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真要开除他呢。你？我呀是新上任的策划部总监，你放心，像林朵朵这种没有能力的人员，在公司里就是累赘，必须开除，以儆效尤。都说了可以请假，或是少你一天不会垮。谁知道今天这么倒霉，恰好遇上了关系户。霍总，你怎么偏袒一个不守公司规章制度的人？既然还没有报备，就不用留在公司了。一直，灿灿是我朋友，也是名校高材生毕业，想着我们两家的关系，我的公司什么时候关系户也能随便进？抱歉，老板，我立马派人严查。一直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怎么能如此下我面子？你以身份欺压我公司员工的时候，怎么不考虑所谓的情分？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最后一次，否则别怪我找苏叔叔去喝茶了。从现在开始，策划部弹性考勤，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，迟到免责。这么好啊！老板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工作了。站住！公司不是压榨员工的地方，工作永远排在身体后面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你最好是真的明白了。算了，就算他不听，我也有我的办法。快点干活吧。你们说为什么霍总对林朵朵这么好？而且老板最近啊老往我们策划部跑，以前可是连骆秘书都很难遇到的。难道霍总真的看上林朵朵了？以他的样貌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瞎说什么呢？老板娘这会儿肯定在总裁办公室啊。以霍总关心体贴人的态度来看，怎么可能会让自己的夫人来这儿工作呢？没错，老板只是不想我太劳累，对肚子里的宝宝不好。不知不觉竟忙了这么久，得抓紧时间去坚持。你果然不听话呀！老板，都已经下班了，就不能换个称呼喊我？老公。A star calls you now. I saw you in the sky. 生命的插曲。一直，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老板，我先下班了。等下我送你。这个林朵朵就是他车里那个女人。一直，我就说你今天怎么会维护她？原来她是你在公司养的小情趣啊！以霍一之的地位，成婚前玩几个女人很正常不过。只要霍太太的位置是我的，这些沙子我倒是不放在眼里。情趣？哼，装的这么清纯，不就是想靠老板往上爬？也是啊，
你这种没家世、没背景的，也就只有这一条出路。你凭什么用这么脏的字眼来侮辱我的妻子？你说什么？妻子？不可能！你什么时候？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们结婚了。听不懂？现在跟朵朵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冒犯你。老板居然就这么跟苏小姐公布了我们的关系，难道他不担心日后离婚？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现在我们之间的账是不是该算算了？啊？什么？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让你工作不要太累，还加班，忘记肚子里还怀着宝宝了？又是因为宝宝。哦，何晴刚刚离职，她的工作不能没有人接替。等忙完这段时间，人手不够，再多招几个不就是了？公司这么财大气粗吗？怎么？你是在为你老公的钱包担心，还是担心拥有整个霍氏的我还承担不了这些额外的开支？老板，所以之前的员工孕妇餐还有体检，都是你安排的？还不算太难。老板为我改了这么多规矩，是真的心疼我，还是只是因为宝宝？以后再背着我偷偷加班，就不准再来公司了。知道了，老板。不准对我有任何欺瞒，你骗不了我。另外，把周末的时间空出来，好在林朵朵运气体感和我相通，能随时注意到她的身体。老板，我下班了，先走了。以后每周周六我都来这儿陪你上课，学习孕期知识。走吧。啊，你也进去啊？不行吗？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有很多地方我也是需要学习的。霍先生、霍夫人，请这边入座。课程5分钟后开始。妹子呀，你老公对你可真好，还特意抽出时间来陪你上课，不像我家那位啊，天天说忙，不是开会就是出差。是啊，都说女人怀孕的时候最辛苦了，可男人哪懂这些呀？总觉得工作重要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这样的老板，我竟不舍得他属于别人。别担心，有这么一刻呀，也就够了。各位夫人好，今天我们学习孕期呼吸法，能够有效缓解孕妇的不适感。来，跟着我，吸气，呼气，很好，再来一次。别紧张，跟着我的节奏，慢慢来。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大家回到家后，也可以让各位先生学习霍先生的做法，辅助陪伴训练，效果会更佳哦。霍太太，你可真幸福，你们真是男才女貌，很是般配，生出来的宝宝肯定很可爱。孕早期是关键时期，各位准妈妈一定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劳累，特别是遇到嗜睡、呕吐等现象，都是正常的，不要对于这种早孕反应太过紧张。放下固执的骄傲，那么这一定是你牵动我心跳。很难受吗？不练了，我们回家。哎，霍先生，别紧张，霍夫人这是正常早孕反应，只是没想到你会和她产生一样的反应。老师，为什么我老板
为什么我老公会跟我有同样的症状？这在医学史上是正常的，叫泥烷综合征，也叫库瓦德综合征。当丈夫关心妻子长期处于焦虑的情况中，激素水平会随着妻子同步波动。简单来说呀，就是您丈夫太爱您了，太心疼您了，心都绑在一起了，才会有反应的。我家那位，别说真的难受了，我吐的时候还躲得远远的呢。真的不难受了？也许我该放下所有顾虑，试着敞开心扉，和老板一起迎接肚子里的小生命，尝试着奔赴这场我以前不敢奢望的幸福。你叫林朵朵是吧？他是老板身边那个男人。后羿之的女人果然有趣。先生，请您自重。林小姐，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谈一个合作？我就只是一个霍氏的小员工，和顾先生你是看不起你自己，还是小看了霍一之啊？以他对你的这番关心，你们俩的关系绝对非同一般。我调查过你了，以你的身份和地位，不可能成为霍夫人。跟我合作，我能给你想要的。顾燕晨，这是想要利用我和老板的这层身份干些什么？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00万，我相信这足够解决你家的燃眉之急了。你想让我背叛霍氏？背叛？什么背叛？我只是给你一个赚外快的机会。林小姐，这可比你当服务员端盘子挣得多得多。这件事情要是败露的话，我不仅会被开除，老板也会厌弃我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家要是再筹不到钱，从小养你到大的父母可就要流落街头了。就算你真的成为霍一之的情人，你现在不也还是一个小职员，依然需要打工兼职？为了往上爬赔上自己，结果什么也没捞着。既然你能爬上他的床，你也算有几分本事。上次他和老板关系这么好，难道一切都是他的伪装？如果我不答应，他也会找公司其他人背刺老板。倒不如借这次机会打入内部，看看这小子想干啥。我考虑考虑吧。行，我等着你。快，等等！你就是我女儿背后的金主？想救我女儿，2000万。我可跟你们的女儿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过你们要找的人，我知道是谁。是谁呀？为了监督大家好好工作，我决定将新办公室设在策划部。啊？好了，工作吧。老板，这明摆着是来监督我，不要累着宝宝。哎，老板之前的办公室可是占顶楼1整层，怎么搬来这只有10几平米的小办公室了？谁知道啊？老板之前本来来我们策划部的次数就勤快，现在甚至直接把办公室挪过来了。哎，该不会真是我想的那样吧？咱们策划部办公时间禁止闲聊。朵朵，你说老板这么大阵仗，咱们策划部不会真的暗藏老板娘吧？我不知道。刚刚老板是孕吐还是身体不适啊？怎么跟我老婆怀孕时的反应一模一样？废话，那肯定是胃痛啊，男的怎么生孩子？
工作辛苦了。公司福利小零食，今天解腻。骆秘书，我也要。大家工作都辛苦了，甜蜜下午茶稍后送到策划部。老板，只管闯，我为你打掩护。林朵朵，过来一下。老板又把林朵朵叫进去了，该不会两人真有什么吧？说不定只是安排工作呢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吧，走。老板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糟糕，我和老板的关系恐怕瞒不住了。老板的隐私也是你们能窥探的，滚！走。老板，您这么做只会让他们怀疑我们是欲盖弥彰，到时候我们就更加解释不清楚了。难道我堂堂公司大老板，在自家公司找老婆，还要躲躲藏藏？我又何须向他们解释？一步掀开。老板，你想要干什么？现在可是上班时间，更何况我还怀着孕呢。想什么呢？这是辞书特意交代我要涂抹的。我居然误会老板是那个意思，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难道朵朵刚才是在想我要对你做些什么？老板别说了，朵朵，你好可爱。怀孕后皮肤容易长纹路，提前抹上妊娠油能保持滋润，让皮肤增加弹性，让你少受点罪。别紧张。也许我和老板之间也不是不可能，一想到以后会跟他分开，心就好痛。你怎么哭了？是我弄疼你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幸运。朵朵，是我很幸运。为什么明知道和老板之间身份隔着巨大鸿沟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却还是不受控制，心甘情愿的沦陷了？以后每天都要涂一遍，你自己主动来办公室找我。啊？那你工作的时候？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件事情重要。别一直这么看我。我自己的老婆我还不能看吗？更何况我还是持证上岗。哎呦，林朵朵，为了自己的幸福，赌一次吧。能被他这样珍惜，哪怕最后只剩下一成，我也认了。好了，你该出去了。老板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。我知道你有可能不信我，但这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，我都信。朵朵，老实交代，你和老板什么关系？是啊，朵朵，一起共事这么久了，你就别瞒着我们了。对呀，老板交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接下来大家可能要加班。走吧，走吧。
加油，林多多，你可以的。爸妈，爸，你们没事吧？你可以走，不要管我，不要管我们，多多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你快走啊！你快走啊，朵朵，不要管我们。顾先生，这件事情跟我爸妈没有关系，有什么冲我来？你先放了他们。林小姐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犹豫不决，那你就别怪我用我的方式了。朵朵，多亏爸爸，是爸爸没本事。多多，是我们的错，他说要给我们捅死，我们才上当的。你别管我们了，当年我们有资金可以的，我们才上当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不想看你们演什么父女情深。林小姐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不伤害我爸妈，我什么都……这就对了，林小姐，这次你要是再跟走，你父母的死活我可就没办法保证。我知道。好你个林多多，你果然在背叛公司！好你个林多多，果然背叛公司！周才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你不是我们策划部的人，请你出去。你敢不敢切电脑屏幕，给大家看看你在做什么呀？策划案是公司的机密，你不是我们部门的人，凭什么给你看？我今天就要让大家看清楚，你到底在为谁卖命！天哪！什么呀？天哪！天哪，真的是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利用公司的资源，为竞品公司服务，这可是铁证！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他所谓的调研。你看人家真的假的？看啊，真的是他！护士的员工福利哪家公司比得了？费老板之前还对他额外关照呢。就是啊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然干出这种事。可不是嘛！要是弄丢了江都这块地，对于霍氏集团的损失是巨大的。林朵朵他怎么敢啊！天哪，他这种行为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林朵朵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，被人当枪使了还不自知。哼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想胡？公司谁不知道你缺钱？你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为什么背叛公司？我来给你一个交代。老板来了。林朵朵做的一切都是我授意的。霍总，真的假的？林多多可是背叛公司，老板让这你也要护着吗？他电脑里未公开的策划案，你是怎么提前知道的？他的私下行程，你又是怎么精准拍到照片的？我碰巧看见了。碰巧能拿到我加密的策划案内容，碰巧能拍到我跟顾总见面的照片，这到底是碰巧，还是你故意设的圈套？你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故意跟踪我，发现顾总想要利用我，对公司不利，所以你就跟你背后的人顺水推舟，想要在今天在公司揭穿我。你看，林多朵她都亲口承认了，跟顾总有勾结。我是答应你，但那不过是缓兵之计。顾总以为只要拿父母要挟我，我就会听他的话，但是我早已经把这些告诉了老板，
今天的这一切不过是引蛇出洞，而你刚好上当。敢在公司里栽赃陷害，煽动员工，跟对手公司合作，你被开除了。后续法律追责，公司法务会联系。说活该，离他远点。霍总，你为什么就相信他说的话？因为他是。他怎么了？我还讨厌你温柔，等那吻你的回眸，让一个我在路口。街边的你已经很久，求你把我带走，守护着那个不会是他吧？难道让时间倒流，世界尽头？老板，你这样做大家会误会的。怎么？难道你想刺激一点，跟我玩地下恋情？你说什么呢？行了，知道你不舒服，我派人准备了酸梅汤，可以止吐，缓解恶心。老板，这是我喝过的。亲都亲过了，我还在乎这个？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该多好。多多，你是我们霍氏的大功臣，没想到顾彦辰表面跟我交好，实则背地里想独吞东城，想把我踢出去。但是顾彦辰他押错了宝，觉得我会背叛你。可是他没想到的是，找上门来的人是我霍氏的老板娘，反倒自己栽了跟头。周灿背后的人，我会处理。老板，谢谢你救了我爸妈。你爸妈的事，可以跟我说说吗？我爸妈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不是顾彦辰他狗急跳墙？你冷静一点，你爸妈没事，只是我最近查到了一些事情，需要向你修正。他们对你似乎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爸妈对我一直挺好的，没有因为我不是亲生的就偏袒哥哥。你还有个哥哥？他出国留学了。我爸妈对我和对哥哥是一样好的，我愿意报答他们，给他们养老。朵朵的养父母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所谓的养育不过是精心编织的牢笼，可朵朵近乎卑微的依赖，让我怎么开口？老板，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是他们养我长大，就算是对我严厉一点，那也是为我好。严厉不是控制，关心也不是算计。朵朵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不许你说他们坏话，要是没有他们的话，我早就无家可归了。林朵朵长期被养父母 PUA， 精神绑架，一时间很难相信我的话。朵朵，我没有否定你的过去，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。他们对你的好是有代价的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爸妈在骗我。老板，我求你别逼我，求你了。好，我不逼你了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从今往后，就算全世界都欺骗你，我也不会。既然如此，你是不是该报答我们？朵朵，我们把你从小培养的乖巧懂事，现在呀，终于能派上用场了，都是宝宝，都怪爸爸。朵朵，爸爸妈妈知道错了，妈妈后悔了，跟妈妈回家好吗？妈妈不逼你了。老板究竟查到了什么，才说出这句话来？他没有理由骗我，难道爸爸妈妈真的？喂，妈，怎么了？你在上班吗，朵朵？我在上班。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要债的是不是上门了？我跟你爸快坚持不下去了，朵朵帮帮我们吧。好，
我马上去筹钱。哎，你要去哪儿筹钱啊？我可以找酒店经理，还有骆秘书预支工资，或者我去借高利贷，只要能。林朵朵，你就凭他们一句话，就把你下半辈子都赔进去吗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是他们养我长大，他们是我的爸妈，我能不管他们吗？朵朵，养育不是勒索，恩情也不是枷锁，他们不会因为一句养你长大，就把你的人生绑在他们身上。好好去看一看你的养父母，对你究竟是利用还是爱，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成长。来了。爸妈，没事吧？啊，朵朵，你是坐谁的车来的？是公司的同事。你撒谎！同事都工薪阶层，怎么开了这种豪车？朵朵，你和霍一直是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，他就是我的老板。妈，你相信我。妈相信你。钱筹到了吗？对方说我们再不给钱，就要抓你爸爸去坐牢了。哦，妈妈，钱不多，不过我会努力赚的。真是爸妈的好女儿，孝顺。看来是误会，爸爸妈妈对我和从前没有分别。爸妈，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学会了做饭，我给你们做饭吃啊。你平时工作忙，不要总顾着我们。对呀对呀。爸妈，你们都养了我18年，该到我孝敬你们的时候了。哎，不要不要，朵朵朵朵。爸妈，你们不是说把家里的佣人都遣散了吗？原来你们一直在骗我。骗你？我去！难道你就没骗我们吗？爸，你打我，你以前从来都不舍得打我。打你？爸！霍总，林小姐被抓进去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吗？再等等，等他们彻底撕破脸，再把朵朵给带走。况且现在的她，肯定也不愿意见我。明白。霍总是怕伤害到林小姐的自尊吧？曾经，我一度认为他们是爱我的，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活在假象。难不成你也在骗我？要不是和顾先生合作，我和你妈还不知道你早就和霍一之勾搭上了。亏我还在你手机里装了定位，才能顺藤摸瓜查到你背后的人。合作？定位？难怪我去哪儿你们都知道。原来你们一直在监视我，控制我。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和霍一之在一起的？是不是500万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？爸妈因为那500万，怀疑我背后有金主，共同演戏骗我，想把老板找出来，卖个好价钱。所以你们收养我就是为了这一天。那些照顾和宠爱都是演的，对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当初要不是看中你这张脸，你能跟我们回家吗？给你物色了好几个老板，没想到你竟然勾搭上了霍一之，当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呀！所以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件待价而可以随意转让的商品。你们对我根本就没有爱，只有冰冷的算计和利用。那又如何？霍一之想要和你在一起，他就得付出代价。妹妹要和谁在一起？妹妹要和谁在一起？哎，朵朵，你怎么哭了？程宇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臭小子，说走就走，一走就4年。是啊，这出国几年，成熟了不少。哎，你回来的刚好，你妹妹啊要嫁人了。霍氏那么大的集团，想要娶媳妇儿，彩礼起码要5000万。我看霍一之对他的态度，别说5000万，1个亿都要得出。对，我走了这4年，
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朵朵真的跟别人在一起了吗？我终究还是错过了。她一个养女，能嫁个好人家，全是我们家这么多年养得好。这笔钱是留给你将来娶媳妇儿用的，将来给你买婚房备彩礼，都指着这笔钱呢。对呀，她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养她这么多年，拿点红包不应该吗？这以后都是你的，臭小子！朵朵，对不起，是我回来晚了，因为我不该躲避对你的感情，远赴国外，让你独自承受这些凉薄和委屈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不允许他们再欺负你。程宇，够了！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够了！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臭小子，我们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啊！用朵朵的幸福来换我的前程，这叫为了我？朵朵是养女没错，可她也喊了你们整整10几年的爸妈，对你们逆来顺受，你们把她的婚姻当作交易，她也是个人，不是你们交易的工具。养她10几年有点回报怎么了？她一个外人，在我眼里，她从来不是外人。我喜欢她，从年少到现在，我喜欢她整整10年。我自己的前程我自己挣，用不着牺牲朵朵的幸福来换。如果你们还有点良心的话，就别再糟践一个真心对你们的女儿。你这个混蛋！你们打错算盘了。我是跟阔一直睡了，但是以我的身份，根本够不上跟他结婚，他不会娶我的。老板，本以为我和你的家庭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，如今看来，我更无法面对你。果真和他睡，不娶也行，拿钱来，不然我就告他欺负我女儿，把公司集团拉下水，看他该不给钱。没错，这霍氏啊，最看重脸面，咱们肯定拿下。老婆，厉害！爸妈，你们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你们为了钱，简直不择手段。哼，不择手段。我的乖女儿，若不是你勾搭上了霍一之，我哪来的手段勾搭？全是我害了老板。我现在就让人去联系霍一之。不用了。朵朵，霍先生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了。别说这些客套话，提条件。老板，你什么都不能答应他们，你快走！不是你死丫头，你再动他一下试试。霍先生，你要真心疼他，1个亿，不然我不会放他走。不要，老板不要。好，这1个亿，就当是买断你与朵朵之间的亲情。从此之后，你们再无任何关系。不行，朵朵是我亲妹妹，永远都是。我不许你带走她。你一个在外面藏了14年，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？你配？我今天是来这儿接我老婆的，你要是再敢阻拦，我……霍总，那要签协议。陆岩，我没有爸爸妈妈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与朵朵恩断义绝，她的生死、前程，任何事物，都跟你们再无半点关系。协议签了，钱给够了，我们就再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等等，朵朵，真的要跟他们走吗？留下来好不好？有哥哥护着你。哥，对不起，我愿意跟他走，我不想留在这儿。朵朵，这下欠老板的，这辈子都还不起了。
多讽刺！我珍视了18年的家人，亦从未真心爱过我。霍总，这字签了，支票。钱你们拿走，朵朵留给我。林朵朵，我们林家可不是收容所，千万不要惹霍老板生气。退货，我们可不欢迎。朵朵别怕，有我在。我捧着一颗真心，我以为只要乖乖听话，就能成为他们真正的女儿，原来只是个笑话。是他们不配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朵朵，朵朵，朵朵，通知四叔，我不允许他和孩子有事。是。她怀孕了。孩子？不是，难怪霍一之1个亿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原来是有了孩子。早知道就多要点了，是吗？够了！你们把妹妹卖了，这个家我也不会再回来。哎，你，这孩子怎么这么犟？不管他，难道他还能像那个养女一样和我们断绝关系不成？钱我们已经拿到了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一之，你已经1天没合眼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垮的。我就在这儿守着，他醒来看不见我，会害怕的。你怎么就这么犟呢？林小姐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稳定了，你再这样拖下去，只会把自己的身体拖垮。还是说你不相信我的医说？四叔，他现在刚遭逢巨变，现在我就是他唯一的亲人。行，你就算铁打的身子，今天也得栽在这儿。我也不劝你了。朵朵，你醒了。老板，林小姐，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你千万不能有大起大落的情绪，否则你和孩子都会有危险。谢谢医生，我会为了孩子照顾好自己的，只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一之，接下来这段时间啊，你就别忙你那破工作，好好陪陪你老婆，别让她一个人待着。好，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啊，我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。朵朵，现在我跟孩子都是你的亲人。他们骗我，利用我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害你给了他们那么多钱，1个亿，要赚多久才能赚到？朵朵现在开始担心老公的钱包了，看来有慢慢意识到自己是霍氏集团老板娘了。他们根本就不配，你不应该给他们的。这1个亿是我对你的爱，如果不给他们，他们会一直纠缠你。现在断了，以后不用再受他们的威胁了。什么？他说爱我，是我幻听了吗？至于他们，确实不配。你别担心，以他们的能力，还吞不下这1个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亲我一口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说就算了。朵朵，感受到我这一刻
为你剧烈跳动的心了吗？往后，我会全心全意的爱你。可是我的身份……对我来说，什么身份地位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，林朵朵这个人。林朵朵，你听好了，我霍一之从始至终，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朵朵，我这一腔的告白，你能接受吗？我知道不应该这么急的，但是老公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朵朵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我就想看看你。一直，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，他跟爸爸妈妈不一样，我还有话想对他说。朵朵，你怎么样了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哥，我好多了。霍先生，我想单独和朵朵说几句话，就耽误几分钟。不行，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。朵朵，对不起，我怕这些话再不说出口，就没机会了。哥，这都不是你的错。一直，你还是出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朵朵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我这个当哥哥的太不称职了，我不配当你的哥哥。哥，如果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妹妹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。朵朵，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哥哥吗？你在他们面前维护我，这么多年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不是感受不到的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没有那么快走出他们的阴影。我这么多年的感情付出，有你一个人记得，就值了。朵朵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哥哥，是你可以依靠的家人，这辈子都是。谢谢你，哥。朵朵，霍先生对你好不好？我昨天晚上翻了一下他的资料，以他现在的身份，我怕他以后会对你不好。我喜欢他，我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无怨无悔。看来我们的朵朵还是长大了。朵朵，你要好好的，哥哥会努力成为你的依靠，让霍一之不敢欺负你。还有爸妈那边，我肯定会替你讨个公道。我知道了，哥，也祝你早日找到嫂嫂。先生、夫人，欢迎回家。欢迎回家。她是我霍一之此生唯一的夫人，也是这座府邸的女主人。往后你们要悉心照料，
不得有误。是。多多，走吧。朵朵，恭喜你啊！一枝，恭喜了！哎呀，看你这么幸福，我也得抓紧喽。夫人，这是全球限量的珠宝套装，这是写着夫人名字的房产产权证书，遍布各地的优质名邸。这是霍氏集团旗下部分公司的股权赠与书。一枝，多多，我想给你一场正式的求婚，给你所有该有的仪式感，让你知道，你值得这世间所有的美好。这些礼物从来都不是用来衡量爱你的，是我给你的底气。房产、股权，是我想给你和孩子一生安稳的保障。这枚钻戒，是我想与你共度余生的承诺。这辈子，我会拼尽全力的去爱你、护你。林朵朵，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霍一枝一辈子的妻子，守护你和孩子一生一世吗？一枝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先生，见你幸福，我们也高兴啊。朵朵，你终于苦尽甘来了，以后一定会是幸福的。我们很幸福。哎，一枝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？哎，先说好，你这伴郎的位置可得留给我啊。朵朵身体还没恢复好，婚礼流程太繁杂了。等孩子生下之后，我再给朵朵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一枝，我先睡了。朵朵啊，你这样会难受的，躲着我干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躲什么躲？他又不会吃人。林朵朵，你怂什么呀？合法的，结过婚了，不就是一张床上睡觉吗？以后还得睡一辈子呢。哎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的大老板呀。宝宝脸都闷热了，不怕闷坏了？一直，老婆，我好喜欢你啊！我可以理解为，你只是在欲擒故纵。穿着居家服，也太让人犯规了吧！想亲我啊？刚才是在勾引我吧？想亲就亲啊，我又没说不同意。老婆，以后请大胆行使你作为霍太太的权利。一直，我不会再躲了。
老公，我也想去上班，我在家都快躺退化了。不行，你的身体还没……我身体好着呢，我保证不加班，只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。你这才刚过3个月平稳期，我不放心。你难道娶我就是想让我当金丝雀的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也是名校毕业生。生气了？朵朵，我不是想要控制你，我是担心公司人多眼杂，这万一磕着碰着了……你孩子和我都坚强着呢，大不了我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工作呗。怎么，不跟我谈地下恋情了？我就是突然发现，跟老板玩明恋比玩地下恋更有意思。你为了去公司，还真是豁得出去。不是你告诉我，让我认清自己是老板娘的吗？怎么，老板娘不能去公司？好，老板娘要审查工作，我怎能拒绝？哎，慢点儿，等等我。是霍总的车，这次没停地下车库，该不会是想让大家看到总裁夫人了吧？大新闻，大新闻！霍总带着老板娘来上班了。真的是啊，真的是啊！老婆，去视察一下老公为你打下的江山吧。一之，我今天才发现，这么帅气。走吧。霍总好，霍总好，霍总好，霍总好。真没想到，来，朵朵来啦！朵朵，朵朵，多多，没想到你真的是老板娘，怪不得老板总往我们投资部跑，就是甚至还把办公室搬到你旁边。所以公司那些新增的员工福利都是为了老板娘新设的，我们也跟着沾光了。看霍总对你的在意程度，也太幸福了吧！确实，我们很幸福。前段时间我可是被霍总亲自邀请去见证求婚了呢。哪还有老板娘工作的道理？朵朵，你的工作……大家不要那么拘谨，我还是林朵朵，这次回来是完成我之前工作的，以后我们还是同事。没错，朵朵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我们一起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完成手上这几个项目，我找老板申请一下奖金，咱们争取今年都到拿奖金。老板娘万岁！哎，好了，那我们加油工作。林朵朵，你出来。苏小姐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朵朵没义务听你的。哼，林朵朵，我有事情要和你讲，你敢不敢和我出去？没事，相信我。哼，蠢而不自知，一个戒指就把你哄得团团转。苏小姐，我没空陪你在这废话。哎，现在就摆起霍太太的架子了？你以为凭你的身份能待在一之身边吗？苏雅然，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一之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我苏家有背景有实力，但他什么都没有。我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评头论足？你为什么偏偏选她做你的妻子啊？我跟在你身后10几年，你真的看不到我对你的爱吗？爱不是选择。说我霍一之沦落到婚姻帮扶才能彻底站稳脚跟，那我也不必执掌霍氏。爱一个人，不是爱他的家世、地位，他的品行、可爱，一切的一切，我都喜欢。
苏小姐，我们从来都不是敌人的，放下对意志的执着吧，去寻找一个你真正爱的人。爱情不是用来权衡利弊的。霍一之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了，是我输了。老婆，老婆，这臭小子太闹腾了，你把女儿给我抱抱。不行，你也太偏心女儿了吧？这儿子从出生到现在，你都没有正眼瞧过一眼。今天无论说什么，你也得带着他。是，老婆大人。夫人，外面有人自称是您的爸妈，想要见您。我没有爸妈，让他们滚出去。是。经过我和你哥的设计啊，那1个亿估摸着是败坏光了。我哥今天早上已经把那1个亿打给我了，说是给孩子的生日礼物。哟，他倒是挺会捡便宜啊，拿我的钱来哄你啊。切，我哥现在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手头上有好多项目呢。切，你要是欺负我，我就回娘家。老婆，我哪敢欺负你啊？我是一辈子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